太太，少爷来了。额娘，你还知道回来呀？请额娘教训。你自己的事儿一定要仔细斟酌。皇上又要亲政了，他亲口说的，要让你进宫当差去。这可事关你的前程，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半步都不能走错了，也不能错过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哦。你整日游手好闲，糊涂度日，不能这么下去了。你再这样的话，就会被人瞧不起。燕生说他毕业之后想出洋。我问你，我问燕生了吗？你们俩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啊？我就想跟他出洋，去读书。你们都说好了？我也还在犹豫呢，额娘。你想跟秦燕生在一起？做梦！额娘，燕生人挺好的。好，背后说三道四好，还是挑拨人家母子关系好啊？啊？他没说这些的。你甭为他打掩护了，在清平阁我亲耳听到的。一个女孩子家这么好事，你居然还说她好，是她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了吧？额娘，燕生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好事，也不是蛊惑我，是我在向他请教，他给我了好多启发呢。启发？启发你离经叛道，还是启发你大逆不道啊？陆天恩，我就是让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娶上几房姨太太，我也不会让你娶一个奶妈的女儿做少奶奶。陆家还没难看到这种地步。你出洋读书，这事儿跟燕生有什么关系？阿妈，我想跟他一起去。孤男寡女的，成何体统啊！我想娶她。娶她？那燕生也是这个意思啊？我想是吧？你想？那你这事儿得征得老太太的同意，你得跟你母亲商量，你更得跟燕生的父母商量啊。那如果老太太同意了你这门亲事，那你就以出洋和娶亲为由，婉拒了宫里当差的事了吧？谢谢阿妈。臣郑孝胥一定尽快深入探知内务府的弊病之源，并提出改革方案。好，郑先生，那我就全权交托你了。臣一定不负皇恩，臣告退。郑大人请。两位师傅，我决心已下，这场改革要从我身上开始。我要剪辫子，来人，快传阮继寿，让他找理发师傅来。
怎么会？你说的都是真的？奴才不敢插话，是阮总管命令奴才火速禀告太妃，他拗不过皇上，已经领命去了。不像话，不像话！这怎么可能这样啊？这么糊涂，这么糊涂啊！你快去啊！你快去拦着他！你跑过去拦住他！你去，快点去啊！说我谁要出来？快走！溥仪剪辫子的新闻，自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各色人等的不同反应。隐居在无为斋的陆正波也不例外。然而此时他更担心的是，这条新闻势必会引起老太太的巨大震撼，进而产生的是对母亲身体的伤害。这是陆正波最不希望发生。马上请少爷回来，让他去老太太房里说话。是，老爷。老爷，哦，老爷，老太太不在，宫里有消息来说太妃摔了一下，老太太不放心，一早就出门去宫里探望了。太太也去了。哦，老爷，少爷不在府里。小顺说，少爷天不亮就起床，连早餐都没用就出去了。他没跟老太太进宫里？没有。小顺说，太太让春梦姐来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出去了。你不进宫当差呀，是正确的。清宫的问题太多，是非也太多。今天早餐的时候，我看到报纸还在批评训帝剪辫子的事儿呢。哦，我没来得及看，光过去等你了。报上说什么呢？报上呢，一部分的人认为，训帝剪辫子此举呢，可以带动很多至今不愿意剪辫子的人剪辫。你在认真听我说话吗？哦，你说。我说什么呢？你说剪辫子，我听见了。可是你知道吗？大多数的人认为啊，他此举是在制造新闻，引人注意，恐怕又是兴风作浪的前奏。总之呢，毁誉是7:3的比数，是不好的。送给你，我重新上色。皇上特别喜欢骑自行车，他把他那辆送给我了呢。哎，你别这么拿，这么拿。他呢，应该也是像我一样渴望自由的。所以，这是你一厢情愿的看法，你是把你自己的理解折射到了他的身上。依我看，他最愿意的恐怕还是复辟。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复辟了就更没自由了。我是理解你的苦恼的。生在这个时期的八旗子弟，处境的确是尴尬的。哎，亲，过热水澡的时间快结束了，你怎么还不去洗呢？哦，你在想什么呢？心思都飞到国外去了吧？啊？亲，你最近常常出神啊？你是不是你恋爱了？如果真是恋爱了，那我倒是好奇。你说，像你这样一个新派思想的人，怎么能跟一个八旗子弟好上呢？要知道，有的人适合志同道合，有的人适合精神互补。你呢？你精神要求度那么高，自然难以容忍世界观的差异。哎，你们两个能够好上，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哈。不是每一个八旗子弟都是守旧的。天恩的问题不是这个，天恩的问题，我觉得是没有思想。
人怎么能没思想啊？是啊，人怎么能没有思想呢？但人是环境的产物，畸形的社会就会生产出畸形的人来。但愿天不是这样的牺牲品。臣罗振玉参见皇上。罗爱卿平身。谢皇上。罗爱卿啊，是申宇前卿推荐的你。陈师傅呢，又建议我授你为南书房行走，就是想借助爱卿的大力。但是我现在想听罗先生您自己讲一讲，您准备为我朝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啊？遵旨。臣原任学部参事，长于考古学，并著有专书多部。此外，臣曾经东渡日本，旅居日本10年，与日本朝野各界人士都有着良好的关系，能为本朝联络日本的重要人士，支持皇上的一切作为。老太太可以进去了。啊，她情形怎么样了？太医说太妃的伤只是小挫一下，不严重，敷上药几天就好了。可是太妃的心情非常郁闷，需要排解。我们就多陪陪她，跟她说说笑话。没有用的，因为皇上把辫子剪了，太妃心里又急又气又难过，这才病的。什么？皇上把辫子剪了？请老太太劝劝太妃吧。红叔皇上的辫子已经剪了，再伤心也没有用，还是想开点吧。老太太，太妃等着呢，您还能进去吗？你说他这样子，叫我怎么去见先帝呀？慧婉，你今儿怎么了？从来不忘词儿的。还不是因为你，都开场了你还不到，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的角色别人又顶替不了，我能不着急吗？放这儿了。你今天去哪儿了？是不是又去陆府了？我心里有点乱，出去走了走。这个我能理解。陆先生家不是跟清史渊源深厚吗？可是最近呀，有好多批评清史的声音非常严厉，报纸上说的跟咱们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看法非常一致，都对溥仪最近的做法大为不满。一会儿回宿舍我给你看一看。报纸上的批评意见都有什么呀？你先跟我说说看。哎呀，都是些说呀，溥仪自大婚后号称亲政，不时的分封给人官职，还让人在外活动，搞得那些有政治企图心和野心的人这蠢蠢欲动的。我想跟你请教一下，有关报考公费留学的事儿。哦，这个容易，我那儿有好多资料呢，全能给你。哎，叶生，你跟陆天恩的事儿想好了？出国是你自己去，还是同他一道啊？我需与他同行。那你确定你们之间的感情是爱情？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我们之间是不是爱情，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卷入复辟，那是一条不归道。有这么严重吗？是。你知道吗？溥仪已经亲自点名让他到身边当差了。他的母亲心之向往，而陆老太太呢，本身也是皇室的格格，与清廷的感情呢十分深厚。就算他的父亲反对，我相信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还有，他母亲的父兄也是坚定的复辟派。现在到溥仪身边当差这件事情，他的母亲视之为机会，逼得很紧，天恐怕是抵抗不住的。而在这个时候，他只有离开陆府，离开北平，才能冲出樊篱。你真的愿意做旧家庭的儿媳，不怕那些苛刻的礼教？我已经想好了，先不结婚，直到出国时，到那个时候我们成婚即走，根本容不了有时间待在陆府。等到学成归国，我们可以选择去广州、去上海，不一定要回到北平啊。这离你出国留洋的时间还有一段距离，我怕你会夜长梦多。你觉得会怎样？比如说呀，被迫提前结婚呢？更糟的是，这结了婚又出不去呢？别是你没把他救出来，反倒被他拉进去了呢？我会坚持，出国前不成婚的。倒是天恩希望我能去说服他的母亲，看来我是得跟他谈谈，哪怕是硬着头皮。你究竟是扮演救星，还是在做爱人呢？我也不知道。陆老爷，您留步，不愿送了，交给管家，马上把药抓来。是。老太太，大夫开了药，尽快让人煎好了，拿来给我喝。已经叫人去办了。唉，等喝了药，精神好一点，我又往宫里去走一趟。您还是多休息几天吧，那得大夫来看过之后啊，说可以出门了才行。这几天如果宫里真有事儿啊，我就替您走一趟。我呀，是不放心太妃，她真的是好苦啊。打从先皇在日，被选进宫来，她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那后面几年，更是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不晓得什么时候啊，老佛爷也把她扔进井里了。或许啊，是被人拉出去枪杀。好不容易等到皇上长大了，千辛万苦为他张罗大婚，结果呢，孩子大了，翅膀长硬了，他这辈子啊，没有别的，就是受苦。嗨，皇上只是年轻气盛，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并无恶意。等过几天啊，太妃想开了，不生气了，什么也去转好了。太妃本来就没病，这心里舒坦了，精神也就提起来了。他心里哪能舒坦得了啊？我都听说了，最近皇上封了很多人的官职。有的原来根本就不熟悉，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样的心眼儿。太妃嘴上不说，心里可担忧了。她就深恐皇上会遇上那些
想使坏捞好处的人。皇上还是孩子，他哪能看得出来人心啊？他哪能镇得住所有的人呢？唉，太妃呀，她越是说不出口啊，她心里压力越重。老太太，少爷接了秦姑娘来看您。啊，请他们进来吧。是。你说这个燕生，他是在我们府上出生的，我都还没想好怎么照顾他呢。老太太啊，这些日子家里边事儿多，有一件事情我忘了向您禀告了。啊，在太妃生病之前，天恩跟我说，他想娶燕生。啊，燕生这孩子倒是很聪明，喜欢读书，很智慧，是个好孩子。老太太，老太太好，老爷太太好。啊，燕生的学校要放暑假了，他想回湖南一趟，特地来辞行。啊，好，一路顺风啊。你回到家里，替我跟你父母说一声，我怪想他们的，让他们有时间的话，到京里来走走啊。我会转述老太太的意思的。也先，老太太，库房那边还等着我呢。啊，我先过去了。你去忙吧。额娘。孩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去。那个，也先替我父母感谢您，心里还老想着他们。这孩子怪懂事的。你回湖南最好早点回来，大家都希望你早点回来。那我给你算一算，你就回去3天，1天到家，1天吃好吃的，还有1天你就回来了。如果你不回来，我就请人去湖南把你请回来，好吗？好看吗？这一鸟儿？可惜关在笼子里。这些小鸟不就是应该关在笼子里面吗？可惜它长了翅膀。好，他们都走了。你坐下吧。是。方才孩子们在，我不好说。他们的事儿，你们及早商量，别闹出不好的事来。是。当然，这一切都得听老太太的指示。照理说，这2家的门第相差得太远了。谁说不是呢？前面的少奶奶是格格，这过了2年，自个儿变成佣人的姑爷了。这要是说出去，人家还以为咱们陆府败落了呢。燕生是个新时代的孩子，现在像这样的年轻人，都爱讲什么自由，反对什么传统，尤其是这些进过新式学堂的孩子，都很任性，常跑到街上去游行，
做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他们和咱们这样的人家门风完全不同。我是担心，天恩要是娶了燕生，会格格不入的。天恩慌了快2年了，也该续弦了。毕竟他还年轻，总没有少奶奶在身边，不是回事儿。老太太，我有个主意。太妃身边的顺君已经长成姑娘了，她跟天恩倒是蛮般配的。老太太跟太妃要好，如果天恩能娶了顺君，岂不是好上加好？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明天你就进宫，跟太妃说去啊。老太太，我看这事儿不急，太妃的身体欠安，这个时候提这种事儿，恐怕不合时宜吧。我看还是等太妃和老太太的身体健忘了，再慢慢盘算不迟。再说，那个孩子也太小了。郑波说的也有道理。怎么说呢？孩子们都是晚辈，婚娶再要紧，也比不上太妃要紧。那就缓缓再说吧。是。云锦楼是我跟我的亡妻以前的住所，我好长时间没有过来了，应该是害怕故地重游吧。其实我也知道，我不想面对过去的。你的事情啊，我母亲和你都跟我说过，但是今天身临其境，还是感慨万分的。哎，我觉得吧，事情都过去了，你也是个受害者。只有你这么说，真的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说。你说的这些，让我有勇气回想以前。希望你能够勇气长存。是啊，有了勇气，就可以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好，我现在去找你的母亲。找我母亲干什么？你不是希望我去跟她谈谈，说服她吗？说服她什么呢？说服她答应我们一起出洋啊？怎么你忘了？啊，没有，是啊，是啊，但是找我额娘应该也没有用。哎，你不是说……那怎样有用？你不是说出洋也不急吗？还要过1年，或者先不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到时候自然有办法解决。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凡事都要躲和拖，躲是躲不掉，拖也是拖不掉的。如果现在不让他知晓了，他会送你到溥仪身边当差去的。现在让他知晓并且同意了，自然不会再送你进宫了，不是这个道理吗？有道理，真的。那你去找我的额娘，你跟她说，好吗？你也知道我害怕见她的。哎，那我去圣乳堂等你。等着我。夫人，
你出去吧，我跟老爷有事要商量。是。你们也出去。是。还是为了天恩的事儿。有2件事儿，一是天恩进宫当差的事儿，应该有个回应了；二是天恩娶亲的事儿。天恩不能进宫当差，更不能娶唐顺君。我早就说过了，我宁愿天恩娶10个唱戏的，也不愿让他进宫当差。现在还是这个理儿。事情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怎么就是不死心呢？啊？为什么非得把自己的儿子往皇上的身边逼呢？为什么把他非得往你的父兄身边逼呢？你父兄的事我管不着，可是天恩不能进宫当差，我说了算。这次是皇上点的将，那又怎么样？小朝廷图谋天下，这无异于是站在地上看着天上的大雁，心里想着究竟是红烧啊还是清炖呢？这在什么时候都是个笑话。好吧，这第1件事儿触犯了你的原则，那第2件事儿，天恩为什么不能娶唐顺君？看着是2件事，实际上是同一件。你为什么非得让天恩跟皇上扯上关系呢？你让天恩给皇上当差是，你让天恩娶唐顺君同样是。谁不知道唐顺君是太妃的心肝宝贝？给太妃扯上关系，就等于跟皇上扯上了关系。你撮合他们俩，不就是这个目的吗？我是要撮合他们俩，我是不想让天恩娶那个秦彦生。天恩娶秦彦生有什么不好？说不定还是天恩的造化呢。我就是想让天恩娶亲出洋，来推掉进宫当差的事情。天恩前番的婚姻，不也是你们给他做的主吗？亲上加亲，门当户对，结果怎么样？我说一个，你否定一个。在这个家里，我说了什么都不算，却要我受苦受累。你什么都不管，把难的烦的事儿都交到我手上，我还得独自承担着。我对外要撑着，对上要瞒着，对下要惦记着。对你，我还得支撑着。可是你呢？你从来不在乎我的苦楚，你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也不愿意听。至少，天恩不能进宫当差，这是根本。陆夫人的心彻底的灰暗了，每次来无畏斋的结果都是极度的郁闷。她恨自己无能，恨自己不长记性。她暗下决心，一切还要靠自己。她不相信自己的愿望实现不了，一个对策在她心里悄然萌生。太太好，你还没走啊？来找我的？
啊，天恩已经把我和他的事儿禀报给太太了吧？望着眼前这个让他心烦的新派学生，他的那个对策也渐渐地清晰起来，但他还在寻找机会。什么事儿呀？天恩跟我一起出洋的事儿。跟你？哦，不，是我们一起出洋的事儿。他的确跟我说过，不过我表示了反对。怎么，你认为我不可以反对吗？不，当然可以。显然，陆夫人把自己积攒的委屈和怨气都算在了这个眼前她看不惯的女学生身上。不仅是看不惯她，也看不惯她的母亲。在陆夫人的心目中，她的这个母亲是要夺走自己儿子的。这个女学生也是，过去还只是从感情上夺走，现在奶娘的女儿变本加厉了。干脆要把他的儿子从身边带走，而且还要带到可怕的外国去。我倒是想问问，这件事情是天恩央求了你呢，还是你煽动了他？太太，您就答应天恩出去吧，留在这里他会惹出麻烦，也没有出路的。你是什么人呢？操心起我儿子的事儿了。我们恋爱了，要共进共退，一起出洋。哦，既然是这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啊？1年以后。1年以后的事儿，你现在就找我来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想要，我们可以争取公费的。现在禀报是为了免去长辈们为了天恩的事情而烦扰。如果你们答应了，自然就不用再考虑他进宫当差的事儿了。这么说，你是一定要带天恩走的了？对。那你能为他留下吗？太太，天，其实出洋留学一直是我的理想。机会来了，陆夫人确信自己的对策是能够奏效的。现在正好，等等，你刚才说什么？出洋是你的理想，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是要走。即使是天恩需要你留下，你也不会放弃，是吗？不，天恩不会留下的，他会跟我一起走。哦不，是我们一起走。你们的事我同意了。真的？哦，那太谢谢太太了。不过是同意你们成亲，不同意你们出洋。要么就留下来，踏踏实实的嫁到陆府，做陆府的少奶奶；要么就你走你的阳关道，别管天恩是否能过得了独木桥。老太太老了，需要抱重孙子了。真是让张慧婉说着了，没有把天恩救出去，反倒把自己拖了进来。
此刻的秦彦生欲哭无泪。陆夫人意识到自己的方略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的好办法，这是秦彦生主动上门提供的轰散他和天恩的好办法。这样一方面可以留住天恩，留住天恩去皇上身边做事就还有希望。他坚持认为跟着皇上是儿子最好的出路。另一方面可以吓退秦彦生。秦彦生刚才的表态表露出矢志不渝的出国决心，在陆夫人看来，这正是阻断陆天恩和秦彦生的最好契机。一个要走，一个要留，姻缘自不能成。